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九哥。对于永生的向往与追求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夙愿。史记中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炼丹方士的鼓动下，开始寻求长生之法。同年，他派遣徐福携3000童男童女去海外寻找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以期望找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相似一幕不仅发生在东方，中世纪的欧洲，人民心中充斥着迷信与幻想。此时炼金之术兴起，炼金术师相信铜、铁、汞、铅可以通过一定方法变成金，并且可以用来治病，甚至长生不老。物理先驱牛顿更是用他后半生30年去大量研究它。如今这一切结果如何，人尽皆知。我们都知道，生老病死是人类的自然规律。1961年，美国生物学家海弗里克实验发现，对脊椎动物来说，生命最大的限制在于细胞分裂的次数，而这个次数是有极限的。实验发现，人体细胞不能无限的分裂，最多分裂次数平均下来大约是40次至60次。人体细胞一旦达到了分裂极限，便处于静止状态。此时无论如何，人类都将慢慢走向生命的终点。因此，增加细胞分裂次数，减缓细胞分裂，这2项是长生唯一的选择。不过，以目前的人类科技水平，想要突破人类细胞分裂极限，增加分裂次数这一美好愿望，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减缓分裂方面，科学家们却发现了另一个规律。随着温度的不断降低，恒温脊椎动物的细胞新陈代谢会逐渐减缓。从这个角度来看，给了人类增长寿命的一丝希望。如果以科学的手段使人体温降低并且冰冻，从而抑制细胞分裂，甚至可以让细胞不再分裂，人类便可以一直活下去。考虑到冰冻可以抑制细胞分裂，解冻后又可以复原细胞活性的原理，美国的科学家进行了动物实验，并宣称成功。甚至有新闻曾指出，一名加拿大女婴在被冻死数小时后又被成功解冻复活。种种实验证明，似乎降温维持生命的操作是可行的。科学家考虑到人体体积较大，冰冻不是一个瞬间过程。冰冻时，细胞内水分可能会结冰，刺穿细胞膜，导致细胞受损。而且一旦冰冻不彻底，人体还是会慢慢衰亡。但过度冰冻更是会导致人瞬间死亡。历经漫长的研究后，科学家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首先，用心肺复苏机帮心脏供血，维持血液循环，防止神经元缺血受损。随后，为防止体液结冰、刺伤组织，先将体内血液水分抽干，再注入冷冻保护液。注入保护液前，给人体缓慢降温，此后将冷冻的人体保存入零下196度的液氮罐内。在做完这一切后，就是等待数十年后的解冻。不过，技术虽然有了，但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无稽之谈。毕竟，谁又能保证几十年后自己一定可以复活呢？但在1967年，美国富豪詹姆斯·贝德福德决定将自己的身体进行冷冻。九哥通过查阅很多资料发现，詹姆斯·贝德福德是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亿万富豪之一，并且他还曾在高校任职心理学教授，发表诸多文章，在学术领域可以说是颇有建树。在物理学领域，他也有很深的研究，可谓学富五车。然而或许是天妒英才，1966年他被查出身患肺癌晚期，在当时医疗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医治。于是1967年他联系上了大名鼎鼎的冷冻专家，请求罗伯特教授将他的遗体冷冻，并在50年后解冻。他预计50年后人类发明了解冻技术，并已攻克肺癌。不幸的是，这50年来人类对解冻的研究毫无进展，对于治疗肺癌晚期的方法更是遥遥无期。科研领域甚至从未出现过人体解冻技术成功的实验数据和相关文献，甚至最基本的科学成果都没有面世。很快50年过去，2017年到来，已经80岁高龄的罗伯特教授将面向全世界宣布，詹姆斯·贝德福德将要复活了。在一系列的实验数据后，贝德福德复活计划失败了，这让罗伯特被各路媒体打脸。
不死心的罗伯特教授检查了存放詹姆斯的液氮罐，发现罐内有些许鲜红色物质。他解释道，这表明它曾被人解冻过，随后进行了2次冷冻，导致未能如期清醒。然而事实是否真的如罗伯特教授解释那样，早就无人深究。但放眼全球，已有近300例冷冻永生案例，但至今为止尚无一例冷冻人复活成功。这似乎从某个角度宣告了这项技术的破产。但就在人们对永生希望即将破灭时，在2012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未来2045年国际会议上，现年31岁的俄罗斯媒体大亨德米特里·伊兹克夫对当时的参会者宣称，要推出一项以永生为目标的高科技研究计划，将人类思维移植进机器身体中，以实现长生不老。他为这个项目已经聘请了100多位顶尖科学家进行这项研究，并且在全球寻找更多的优秀科技公司一起合作参与这项名为阿凡达计划。这项计划的启动是真正意义上让人类达到长生不老的开始。目前一起合作永生计划的科研机构涵盖了电子信息、生物医疗、航空航天等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耕研究中。按照永生计划项目时间分为4个阶段，并且目前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项目第一阶段，2015年到2020年实现人脑和机器连接，可达到远程操控。项目第二阶段，2020年到2025年实现把人脑转移至生命保障装置中进行保存，并用机器代替原本会衰老的人类身体。简单的来说，就是将人类的大脑移植到机器人身上，让其生命在机器人身上得到延续。项目第三阶段，2025年到2035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此时人们会彻底实现将自己的全部的性格特征和记忆完整的植入用芯片制成的人造大脑中。我们甚至连人类的肉身大脑都已经可以抛弃。项目第四阶段，2035年到2045年，被植入电子芯片的人类意识将不再控制实体机器人，最终打造出虚拟人。这种虚拟人既具有人类的思维、意识和感情，他们没有肉体，以全息影像形式存在。虚拟人就像时间机器中的沃克斯一样，成为永生之人，从而完成永生不死的最终目的。而事实上，在2019年，特斯拉 CEO 伊隆·马斯克已经宣布，他旗下的纽约林克公司开发的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初见成效。具体来说，这项技术是通过一台神经手术机器人，像微创眼科手术一样安全无痛地在脑袋上穿孔，并向大脑内快速植入芯片，然后通过 Type-C 接口直接读取大脑信息，并且在2021年初已经实现通过电脑芯片与猴子的大脑进行连接，从而使猴子能够通过自己的意念来操控乒乓球游戏。从时间上来说，永生计划的第一阶段的确已经初步达到了一定成果，之后第二到第四阶段的研究更让人有所期待。我们试想一下，第四阶段成功后，通过脑机接口把自己的记忆、意识直接导出，建立一个服务器储存自己的灵魂，再结合元宇宙开发技术，让人类的意识形态存活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这可以让我们曾经在真实世界里受制于身体限制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在元宇宙的世界里我们都可以去做到，并且我们的亲人在想见我们的时候，只要戴上 VR 眼镜进入虚拟元宇宙世界，就可以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到了这一步，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已经达到了人与灵交流的阶段？在物理学方面，霍金曾认为，在2045年的科学家将会研究出一种永生不死的基因技术，比如说克隆。霍金说，人类现在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使人类留住青春，就像克隆技术一样，科学家已经成功克隆出很多动物，但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秩序，并没有在人类身上使用。他相信在2045年，克隆技术就会用到人类身上。在这儿想画个问号，为什么所有永生计划都指向于2045年呢？是否会像之前火星男孩所说的那样，人类即将发生巨大的转变，导致人类在科技方面有了大踏步质的飞跃？最后九哥想说，意识永生迟早会到来，而且很可能这一天比你我想的还要快，只是你的钱包做好准备了吗？又或者届时你的个人条件能否跨过筛选的门槛？毕竟全球人口那么多，永生这事儿实现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让一部分人先实现会更容易一些。那么到底是什么人群能够先享受到这项服务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